阿夫迪夫卡陷入俄军包围，乌克兰新总司令宣布撤军。北约狂送乌克兰100万架无人机，美军正在帮助乌克兰在全境建立反无人机系统。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2月17号早上，乌克兰新任总司令希尔斯基发布命令，宣称将从阿夫迪夫卡撤军。这也宣告着俄罗斯的春季攻势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然而，顺利地拿下阿夫迪夫卡市区，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要知道，阿夫迪夫卡在开战之前只是一个拥有3万多人的小城。作为对比，巴赫穆特在战前人口足有7万多人，两者同为顿涅茨克的交通枢纽，但在战略意义上，阿夫迪夫卡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俄军呢，之所以要花费如此大的功夫攻占阿夫迪夫卡，其重要的还是服务于政治。俄乌战争如今已经进行了2年，大量的资金涌入军工领域，导致民生工业的萎靡。如今，连莫斯科的肥皂厂都在抽空生产无人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俄罗斯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使得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俄罗斯如今即将进行总统大选，对于普京来说，一场胜利能极大地提升他如今在国内的威望，消除国内的一些不正确声音，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加足筹码。同时，阿夫迪夫卡也是乌军反攻顿涅茨克的门户，因此乌克兰对阿夫迪夫卡十分重视，15个不同的部队驻守在阿夫迪夫卡附近。而俄罗斯军队的设想呢，是包围阿夫迪夫卡，全歼城内的乌军主力，这将极大地打击乌克兰的有生力量，让本就缺兵少将的乌克兰军队呢雪上加霜。如果这一计划成功，那么战争的天平将再次倾斜。就算没有包围阿夫迪夫卡，如果乌克兰不放弃该城市，那么俄罗斯军队就可以围点打援，依旧能够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达到上述的战略目的。很明显，阿夫迪夫卡已经成为一个死局了，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放弃它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在2月17号，希尔斯基颁布了撤退命令，宣布乌克兰所有部队将从阿夫迪夫卡撤出。然而事情呢，没有这么简单。大兵刚刚说了，俄军包围阿夫迪夫卡主要目的是消灭乌军的有生力量。如今乌军要撤，那俄军自然不会那么轻松地放他们离开，两者之间必然还有一场血战。根据2月17号的俄乌战争地图，目前在阿夫迪夫卡市区尚未撤出俄军包围的乌军部队一共是有8支，他们分别是总统旅第2机械化营、第70独立步兵营、468机械化旅、110独立步兵营、110机械化旅、116机械化旅、53机械化旅和第425独立突击营、基辅特警部队团第4连以及乌克兰的民兵武装。而在包围圈外呢，第3突击旅、第407机械化旅的一个营负责阻挡俄罗斯军队收缩包围圈，以接应其他部队撤退。很明显，乌克兰呢是需要一场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以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这样俄罗斯拿下阿夫迪夫卡，其取得的战略胜利也十分有限，乌克兰依旧能够凭借这些部队在未来进行反攻。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已经撤出阿夫迪夫卡的第3突击旅在媒体上表示，阿夫迪夫卡已经沦为了地狱。乌军不仅缺少粮食和弹药，同时还面临巨大的人数差距。在第3突击旅进入阿夫迪夫卡后，发现了一些阵地乌军和俄军的人数比达到了惊人的6:100，也就是说，1名乌军需要抵御16名俄军的进攻。可想而知啊，在双方实力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想要安全地撤出该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阿夫迪夫卡后方，负责收紧包围圈的俄军主力是第114摩托化旅。这个部队呢也很有意思，该旅又称东方旅，它不是俄罗斯的正规部队，而是乌克兰顿巴斯地区亲俄武装势力顿涅茨克人民军的部队。在2014年成立，并被当时的乌克兰政府定义为非法武装势力。该旅的指挥官霍达科夫斯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乌克兰人。在2014年呢，该人还声称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或者北约，将会与俄罗斯为敌。结果呢，在俄罗斯扶持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这个傀儡政权后，他的态度又马上180度大转弯，成为了俄罗斯侵略部队的先锋，为包围阿夫迪夫卡打头阵。
有俄罗斯军事博主预测，114摩托化旅将是俄乌战争中晋升最快的民兵武装。在大兵看来，如今阿夫迪夫卡的形势虽然不容乐观，但只要乌克兰能够尽可能多地撤出有生力量，那么乌军的损失其实不算太大，无非呢就是让俄罗斯再占领一座空城。与此同时，北约也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2月1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同盟国部长会议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布，将在2024年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架无人机。同时，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宣布，将要组建一个由英国和拉脱维亚领导的无人机联盟，以帮助乌克兰强化无人机能力。刚刚说的这100万架无人机，就是由该联盟负责提供的。除了英国以外呢，该联盟还包括了乌克兰、荷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瑞典、丹麦和德国。目前呢，该计划已经进入了招标阶段，北约正在寻找无人机的生产商，以图尽快生产出这些无人机，以支援乌克兰。伦敦已经拿出了一份价值2.5亿美元的招标合同，用于进行第一阶段的采购，而拉脱维亚的投资较少，仅为1080万美元。但后者强调，他们已经和乌方进行过协商，得到了乌军军队对 FPV 的要求。此后呢，他们会与无人机生产商接洽，以发布具体的援助时间表。在2月16号，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部长卡米申在电报上呼吁北约从乌克兰企业采购用来支援乌克兰的无人机，并表示他们拥有所需要的能力、技术和工程师。同时，卡米申还表示，乌克兰能够生产廉价的 FPV 和能够飞行超过10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乌克兰无人机的效率在战区得到了证明，其价值具有竞争力。卡米申的提议很具有诱惑力，在乌克兰企业采购无人机，也能变相地振兴乌克兰本国的经济，提高乌克兰的综合国力，让乌克兰军队在对抗俄乌战争中拥有更强大的战斗力。大兵之前就说过，目前乌军面临2大困境，一个呢是缺人，一个是缺弹药。缺人的问题，乌克兰如今已经通过了新的动员法案，未来可能会得到缓解。但更要命的呢是，乌克兰军队严重缺乏炮弹，这极大限制了乌军的战斗能力，甚至也是乌军丢失阿夫迪夫卡的原因之一。而 FPV 无人机相当于一颗长了眼睛的炮弹，其杀伤能力呢，在俄乌战场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了。如果这100万架无人机真的到了乌军手里，那俄罗斯继续向第聂伯河进攻的意图将会被极大程度的遏制。俄军常用的装甲集群突击、小规模步兵渗透，在如此数量之多的无人机面前几乎无法实现了，这将极大的延缓如今俄罗斯的攻势。所以北约援助的这100万架无人机非常的关键，乌克兰能否逆转目前的颓势，就看这批无人机能否及时送达了。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月16号与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签署了一项长期双边安全协议。该协议包含了两国在2030年之前在军事、政治、金融和人道主义领域展开双边合作。同时，该协议公布了德国对于乌克兰的一批新军援，其中就包括了德国将在2024年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第一批援助价值11亿美元，包括36门榴弹炮、12万发炮弹，其中呢5万发155毫米炮弹，2个 Skynex 防空系统、IRIS-T 空对空导弹系统的导弹，66辆装甲运兵车，数辆扫雷车和各种侦察无人机型号。当天，泽连斯基还会见了德国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两者共同讨论了启动联合武器生产的问题。在第二天，泽连斯基又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并签署了一项双边安全协议。该协议要求法国将在2024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除了等待北约支援外呢，乌克兰也在和美国合作开发一套覆盖乌克兰全境的无人机检测系统。该无人机系统呢，利用数千个声学传感器，能够检测俄罗斯无人机发出的声学信号，并为乌克兰防空部队提供目标的预警和跟踪。北约空军司令部负责人詹姆斯将军在2月12号提供了有关乌克兰声学传感器网络的详细信息。如今，俄罗斯主要使用见证者136无人机来对乌克兰境内发起袭击。这种无人机的发动机呢，会发出巨大噪音，加上飞行高度较低，地面上的士兵能在500米开外就感觉到这些噪音。如今，乌克兰呢在全国部署了超过6000个传感器，他们收录了见证者136以及其他俄罗斯无人机的声学特征。当这些
些无人机经过传感器时，其航向、速度就会被传感器捕获，并将预警信息发送到附近乌克兰部队的信息终端上，让他们可以提前准备防空炮，以提高击落无人机的成功率。同时，这些预警信息也会通过志愿者发布在电报或者推特等平台上，为普通民众提供预警。詹姆斯将军认为，从之前一段时间的使用成果上看，该系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反无人机设备。如今，他们正在和北约导弹防御局的人沟通，看看能否将该系统出口给北约国家。其实，用声学传感器作为防空预警设备，早在2战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然而，随着飞机越飞越高，噪音越来越小，声学传感器逐渐被雷达所取代。而在现代战争中，许多导弹和雷达都会通过超低空贴地飞行来躲避雷达的侦测，这给声学传感器重出江湖的机会了。如今，美军正在和乌克兰方面合作实验这种声学预警系统，除了侦测无人机，是否还能侦测巡航导弹等武器？在会议中，詹姆斯将军还提到了北约正在采购的E7空中预警机。他认为E7无法在现在立刻装备北约军队，而乌克兰的声学预警系统是一种临时替代方案。它比E7更加便宜，能够同时监视大面积的区域。而不久之前呢，发生了美军基地遭到无人机袭击的事件，这让美军对廉价的反无人机系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詹姆斯将军希望北约能在6月之前采购该系统，作为一种反无人机方案。大家认为，面对这些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呢？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